咱們今天聊聊比特幣這玩意兒。你可能聽說過有人用10000個比特幣買了2個披薩，現在價值10幾億，腸子都悔青了吧？先別急着笑，這事兒背後的故事比你想象的還要離譜。先說說比特幣是怎麼冒出來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鬧得天翻地覆，雷曼兄弟倒閉，各國政府瘋狂印鈔救市。就在這個節骨眼上，10月31日，一個叫中本聰的神秘人在密碼學邮件組裡發了篇論文，標題叫《比特幣：一種點對點的電子現金系統》。這哥們兒用9頁紙就勾勒出了一個不需要銀行、不需要政府背書的貨幣系統。你說這中本聰是誰？到現在都沒人知道。他自稱日裔美國人，1975年生，但這破绽百出啊。他英文寫得跟母語似的，卻從沒用過日語。發言時間遍布全天24小時，英式英語、美式英語隨便切換，搞得大家懷疑這賬號背後是不是好幾個人。有人猜他是日本數學家望月新一，有人說是密碼學家尼克薩博，連馬斯克都出來湊熱鬧，說可能是薩博。2024年 HBO 還拍了紀錄片，指認加拿大程序員彼得托德是中本聰，結果人家立馬否認。反正這事兒就像懸案一樣，越扯越懸。2009年1月3日，中本聰在芬蘭赫爾辛基的一台小服務器上挖出了比特幣的第一個區塊，也就是創世區塊，獲得50個比特幣。有意思的是，他在這個區塊裡寫了一句話 ：The Times 03/2009 Chancellor on brink of second bailout for banks。這是當天《泰晤士報》的頭版標題，說的是英國財政大臣準備第2次拯救銀行。這話明擺着就是在諷刺政府亂印錢、央行救市那一套。中本聰的意思很明確，我要搞一套不受政府控制的貨幣系統。那比特幣到底是怎麼運作的呢？簡單說就是一個分布式賬本。你想想，以前轉賬要通過銀行，銀行說這筆錢轉了就轉了，說沒轉就沒轉，你得信他。但比特幣不一樣，他把賬本公開給所有人，每個人手裡都有一份完整的交易記錄。這賬本不是隨便改的，他用一種叫區塊鏈的技術把所有交易串起來。每個區塊都包含上一個區塊的信息，環環相扣。你要想改其中一筆記錄，得把後面所有區塊都改了，這成本高到你算不過來。這裡就要說到挖礦這個概念了。比特幣系統每10分鐘左右會產生一批新的交易記錄，需要有人把這些記錄打包成新區塊，添加到區塊鏈上。那誰來幹這活呢？中本聰設計了一個工作量證明機制。說白了就是讓所有想記賬的人去解一道超級複雜的數學題。這題目難到什麼程度？你得用計算機不停地嘗試，可能要算幾千萬億次才能找到答案。誰先算出來，誰就獲得記賬權，同時系統會獎勵他一些比特幣。最開始獎勵是50個，每挖出21萬個區塊就減半，現在已經減到每個區塊 3.125 個了。這機制聽起來很浪費資源，確實。現在全球比特幣挖礦一年耗電大約120泰瓦時，相當於阿根廷全國的用電量。每確認一筆交易要消耗700度電，夠一個家庭用2周。但你要明白，這耗電不是白費的，它保證了系統的安全性。因為你要想篡改記錄，得掌握全網51%以上的算力，這成本高到沒人幹得起。早期用普通電腦就能挖礦。後來發展到顯卡，現在都是專門的 ASIC 礦機組成的礦池，在競爭散戶基本沒戲。再說說那個著名的披薩故事。2010年5月18日，美國程序員拉茲洛·漢耶茨在比特幣論壇上發帖，說願意用1萬個比特幣換2個大披薩，最好能留點第2天當早餐吃。他還挺講究，要洋蔥、辣椒、香腸、蘑菇這些常規配料，不要什麼奇怪的魚肉。帖子發出去4天沒人理，因為當時比特幣才剛出現1年多，大家都不知道這玩意兒值多少錢。拉茲洛自己還嘀咕，是不是我出價太低了？5月22日，終於有人接單了。一個19歲的加州男孩傑里米花25美元在 Papa John's 買了2個披薩，送到拉茲洛家，拿走了1萬個比特幣。這是比特幣歷史上第一筆真實世界的交易，給比特幣定了個價。1萬個幣約等於25到30美元，也就是一個幣 0.003 美元。拉茲洛還在論壇上曬了照片，看起來挺開心，還開玩笑說披薩是用比特幣換的，小孩是他自己的。後來比特幣價格一路飆升，網友不斷在那個帖子下面更新披薩最新行情。
2010年底，比特幣漲到 0.5 美元，兩個披薩值5000美元了。2011年漲到6美元，披薩值6萬美元。2013年底漲到1163美元，披薩值1000多萬美元。2021年漲到 6.9 萬美元，披薩值 6.9 億美元。到2025年，比特幣突破11萬美元，那兩個披薩理論價值11億美元。這大概是人類歷史上最貴的披薩了吧？你肯定好奇，拉茲洛後悔嗎？他在2014年接受採訪時說，當時誰也沒想到比特幣會漲成這樣，他只是想證明比特幣可以用來買東西。而且他是最早用顯卡挖礦的人之一，一天能挖幾千個幣，前後挖了8萬多個，大部分都花掉了或賣掉了，現在賬戶基本清零。那個收比特幣的小伙子傑里米也沒發財，他在2016年比特幣漲到400美元時就全賣了，覺得10倍收益已經很不錯。兩個人都不後悔，活得挺開心。比特幣的價格走勢就像過山車，2011年從 0.5 美元漲到32美元，然後因為當時最大的交易所 Mt. Gox 被黑客攻擊，跌回2美元。2013年受塞浦路斯債務危機影響，大家把比特幣當避險資產，漲到260美元，3天暴跌 82% 到46美元，年底又衝到1163美元，超過黃金價格。2017年漲到2萬美元，2018年又腰斬，2021年衝到 6.9 萬美元，歷史新高。2024年美國批准比特幣現貨 ETF， 價格再創新高。這10幾年間，比特幣至少經歷了20次劇烈漲跌，但總體趨勢是向上的。比特幣的總量被限制在2100萬個，到2140年全部挖完。現在已經挖出1900多萬個，佔 90% 以上了。聽起來很多，但實際流通的更少，因為有很多早期挖出來的幣私鑰丟了，找不回來了，估計有200萬到300萬個永久消失。中本聰自己挖的約100萬個比特幣從來沒動過，按今天的價格值680億美元，但他本人2010年底就消失了，再也沒出現過。說到中本聰消失，這事兒也挺戲劇性。2010年12月，維基解密洩露美國外交電報，比特幣社區有人呼籲維基解密接受比特幣捐款。中本聰堅決反對，說比特幣還在搖籃裡，經不起這種政治風波。7天後，他在論壇發了最後一條消息，討論軟件的技術問題，然後就人間蒸發了。郵件通訊也逐漸停止，項目移交給了社區其他開發者。這人要是還活着，手裡那100萬個幣足夠讓他成為世界頂級富豪，但他從來沒動過，也沒露過面。比特幣的影響遠遠超出了技術範疇。他提出了一個問題：貨幣到底是什麼？是政府說了算，還是人們共同認可就行？傳統貨幣學認為，貨幣要有4個功能：交易媒介、記賬單位、價值儲藏、延期支付。比特幣波動太大，做交易媒介和記賬單位有點勉強，但作為價值儲藏還湊合。更重要的是，它開創了去中心化這個理念，影響了後來整個區塊鏈行業、數字貨幣行業的發展。以太坊、各種山寨幣、DeFi、NFT 都是在比特幣的基礎上衍生出來的。當然，比特幣也不是完美的，交易速度慢，每秒只能處理7筆交易，確認一筆交易要幾十分鐘。手續費高，網絡擁堵時轉一次賬要幾十美元。能耗巨大，環保人士天天罵。價格波動劇烈，一天漲跌 10% 是常事，容易被用於洗錢、暗網交易等非法活動。各國政府對它態度不一，有的歡迎，有的禁止。中本聰的初衷是創造一種自由流通、不受政府管控的貨幣，但實際上，比特幣現在已经成為全球金融體系的一部分，被各種機構投資者、對冲基金盯着，跟股市、黄金一起漲跌。從2009年到現在，比特幣走過了16年，從極客圈子裡的代碼實驗變成市值超過1萬億美元的資產。它證明了去中心化貨幣是可行的，也讓人們重新思考什麼是價值，什麼是信任。那兩個披薩的故事已經成為幣圈最大的梗，每年5月22日都有人慶祝比特幣披薩節。這提醒我們，技術創新往往從最微小的實踐開始。拉茲洛用比特幣買披薩不是因為他傻，而是因為他相信這東西有未來。歷史證明他是對的，雖然他自己沒賺到錢。所以說，比特幣這東西，你可以說它是泡沫，是騙局，是投機工具，
但你不能否認它開創了一個時代。它讓我們看到，在互聯網時代，一個匿名的程序員用一篇9頁的論文就能撬動整個金融體系。這種力量比任何價格數字都更震撼。至於比特幣未來會漲到多少，會不會歸零，誰也說不準。但它已經在歷史上留下了印記，這就夠。